我们俩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就彼此有好感，让我们大学算是正式开始恋爱，到现在有2年时间了吧。但是在这2年里，我们经常吵架，经常会有矛盾。我觉得他老是不顾虑我的感受，有时候严重了，我们2个还会吵到分手的地步。我们俩还有1年就要毕业了，马上也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究生的事情了。我想知道我们这段感情到底值不值得我继续坚持、继续付出呢？如果你不爱，就别走过来。现在要离开家。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华22岁，来自湖北，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图21岁，来自湖北，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高中同学是吧？啊，对，是的，都心仪对方是吧？后来就变成了男女朋友是吧？啊，是的，后来为什么分手了呢？某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吧，比如说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呢？学业吧，学业啊，因为要好好学习，所以就不谈了，是吧？然后什么时候又在一起了呢？大2的时候，大学2年级啊，对，是在一所高校吗？不在一所高校，是在一所城市。谁提出来的复合呢？这个要说的话，应该还是我主动找到他吧。啊，那个时候你也还没有女朋友是吧？啊，是的，所以就好了啊。你们俩是在我们的官微上报的名是吧？是的。你报的还是你报的？啊，我报的。就是今天你想来是吧？你要来干嘛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老是吵架，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每次吵架也吵得很严重，想来找一下我们自己的原因。他是想来找自己的原因，你是为什么来？也是来找一下原因的吧。目的是一样的，是吧？女生，你们经常为什么而争吵呢？比如说这是我们放暑假的时间嘛，我们在做兼职。他一开始他没有找到工作，是我在做兼职，然后他待在家里也没有事情嘛。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我让他说下午陪我去上班，他就不愿意去，然后我就坚持了一下，但是他就当着很多人面吼我。但是我那个时候确实不想去，因为本身他是在那里教小学生上课嘛，然后我觉得我去不是那么回事，他说必须得去。但是如果说你说一点好听的话的话，其实我是不会强求你去的。好，我想知道，当时你跟他发火之后，结局是什么？然后我就很生气嘛，一句话都没说，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就追出来了。追出来之后，我火气依然很大，然后我就对他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吧，他就跟我说要分手。这个不好听的话，我们不重复它啊，大概分几类哈。一类就是，我羞辱你的人格，差不多吧。明白了，就这么点小破事儿是吧？然后就说分手是吧？啊，对。你提出分手。是的。然后你呢？因为我们吵架其实也会提到分手嘛，其实我知道他不是真的想分手，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一样，打电话让他下午来接我下班，你就去接了啊？对。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在你们的交往模式里面，经常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吵完之后只要有一个人投降了，这件事儿也就过了？差不多吧。差不多啊。好，女生不满意是说为什么这个男生控制不住情绪跟你吵架，是这意思吗？对，他当着很多人的面对我发脾气，我觉得他太不顾虑我的感受了。好，不顾及感受，你再帮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大3下学期的时候吧，他来我学校找我玩，然后那天是在我们学校后街吃晚餐的时候，那个事情很小，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我就可能对他态度也不太好嘛，然后他就也是当着很多人的面一直在质问我，你又为什么生气啊？又为什么生气？这样质问我，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质问我。当天下午怎么了？你还记得吗？这个事情我可能记得不太清了，因为我们2个吵架，每回我觉得都是些小事，但是最后吵的都蛮严重的。那个时候也是7、8点钟正吃饭的时候，周围也是有很多人，然后你就用，我觉得你这个声音真的是方圆15米之内都可以听得到。我说我叫你说，你就说了这4个字，然后就，用眼睛瞪着我这个样子，让我觉得真的是很受不了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后来这件事情怎么告终的呢？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个时候再跟他发脾气的话，他肯定会就掉头就走的。但是我还有话没有说完呢。然后我就把他带到我们学校的草坪那个地方，人少一点，我就开始跟他发脾气了。然后他就扑通一下就跪到地上了，他说：“我求你了，你不要说了，好吧？”他跪下，求你，说你别说了。你当时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我那次应该没有说什么，他
其实不是说话内容的原因吧，他就是想让我闭嘴。是吗？啊，其实也差不多吧。我真以为周星驰那个片子里面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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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鱼给说出来是个电影效果，没想到生活里真有人能把人说跪下啊！是你干的？对。这是女生给我们举了2个例子。好，来我们听听男生啊！我相信这个情感当中，你一定也有委屈，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吧，他处事就跟小孩子一样，因为毕竟是这么一个小的事情，他每回给我发这么大的火，我觉得没必要，我就不想去安慰他这种小事情。他觉得我不安慰他，然后他就会跟我吵下去。那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感觉说，你觉得特别小的一件事情，在他那儿都会被无限的放大，然后吵？是的，没有过大事是吧？没有什么大事。你觉得男生除了脾气不好，对你好吗？他对我挺好的。照顾得好吗？挺好的。他除了小事跟你发火，他对你照顾得好吗？他属于那种不善于特别照顾人的吧？啊。但是他的心蛮细的。是说很关照你很细，还是说太过细腻引来麻烦？是哪一种细？应该属于第2种。比如说我跟他打电话20几通，他没有接。然后那个时候他给我打过来了，我就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没接电话？”他就这个时候就回答得特别搞笑，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质问我？”你们俩就这么点小破事儿也能顶起来啊？其实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理解的，他当时说的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回电话？我觉得我如果看到电话，我一定会跟他回的，他应该也知道这一点。然后他就是觉得这样问就好像搞得我就是我看到他的电话，然后故意不跟他回一样，给我这么一种感受。女生她就问你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能想这么多啊？对。谈恋爱谈得累吗？开心的时候其实蛮好的吧，但是吵架的时候也蛮痛苦的。哎，你们吵架的时候吵得最激烈的到什么程度？是他动的手吧。你动手？啊，对。其实这个情况也是因为一件小事，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啊哈。然后也是我很难过嘛，然后他不过来安慰我，他要走，我拦着不让。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我先动的手吧，然后我就踢了他2脚。你踢了他？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手了，也回踢我嘛，然后我就把鞋给脱掉，我说那你就踩我呀，然后我就一直跟他犟，他就真的。为什么要把鞋脱掉？因为他那个时候要走，我拦着没让，他就踩了我一脚。哦。我说你不是要踩吗？那我把鞋子脱掉，那你就踩呗。然后他就真的就踩我，而且挺严重的。为啥？我那个时候特别想分手嘛。然后他也犟着不让我分手，就是说我不让你走，我一定不让你走。然后他说那你踩我100下。踩了吗？踩了。踩了100下？对。就真踩了100下？是的。这姑娘就这么坚持让他踩？对，因为可能我们俩脾气都比较犟嘛，你不是要跟我动手吗？那你就动到底，我看你能心狠到什么程度。啊，最后呢？最后怎么告终的呢？最后他就回寝室了，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撂在那里了。啊，就踩了100下。对。然后你是认为达标了是吗？因为你说了你要真的走就踩我100下，你就认为我踩完你这100下我就可以走了是吧？是的。其实就算是高中同学对不对？啊，是的。认识的也很早，对吧？双方的父母家人都见过吗？我们都见过对方的父母吧。印象怎么样？应该还可以吧。能分得开吗？如果我们俩这段感情值得交往下去的话，我想我会继续跟他磨合。如果说不值得的话，我会选择放弃。这个值得和不值得，你打算怎么判断呢？就是他这个人本身，或者是我们这段感情，他值不值得我去继续下去维持他？啊，那你觉得值吗？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嘛，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你呢？也是吧。那我们看看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情在最初是很有可能迸发出激情的，但是当激情褪去之后，能否相守一段平静，这才是对爱情的考验。我觉得，当你们真正的那种浓情蜜意的激情过去之后，你们都在拼命地想去守住一份激烈。所以，由于太想拥有一份感情，太想拥有彼此，就变成了激烈的情绪。你们在这份爱情当中都太执着于自我的感受，所以拼命地想一种激烈的状态去抓住什么，才能证明我爱着，才能证明他也爱着我。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段爱情，有些爱情是会开花结果的，
有些爱情开了花之后枯萎了，或者结出了一个烂的果实。健康的爱情，我们会，你的坏脾气在我的温和之下变得也柔和了起来。那我的慢吞吞，在你的有激情的状态下，可能变得也更热烈了一些。而你们的爱情让彼此更多的是边伤害着边前行着，通过喊叫、打闹，才能证明我存在着，我的这份爱存在着。这是不健康的爱的表达。也许你们是有彼此吸引的地方，但是你们相处的模式和你们各自性格里所带有的特质，让你们在一起把那些不愉快的、内心可能不阳光的地方都拿出来了。我相信这个男孩子看起来斯斯文文，他和其他的男生女生交往的时候，应该不会是那样大嚷大叫、脾气暴躁、动不动要打人的人，对吗？是的。女孩子也是一个文质彬彬，也不会是那么喋喋不休的女人，对吧？所以你们的爱情滋养了不美好，你们冷静冷静吧，也许分开一段对你们都有好处。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徐总。找对象貌似是找到一个合适对方的一个过程，但其实不然。找对象的过程，其实在通过接触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情，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你只有先找到真正的自我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合适我。吵架在情侣当中来说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都是因为小的事情，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就是一些小的事情来体现出你们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你们都是同样一种性格的人，只不过表现方式不一样。你要求的是说，在众人面前，我要得到其他人的拥护来打击你，其实你是示弱的一种表现。是的。而你呢？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你没有这种想法，当然，如果你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你们很多问题可能就不存在了。我问你，为什么你喜欢当众的质问？为什么要到一个私下沟通的时候，你突然采取极端的方式跪下说不要再吵了，停止？如果你真是那么有道理，如果真是那么自信的话，如果你觉得真是比他强的话，应该1对1的去解决。为什么要在别人的面前让他没有面子，同时要凸显出你很有道理？女孩，他敢踩你100下，你被他踩100下，这2件事谁更倔强？当然是你，因为他是在看你什么时候能屈服。而你呢，忍着痛也不屈服，同时你还之后他要分手，你还不要分手，其实你都在是无意当中显示我更强硬，我都被你踩了100下了，我就是不跟你分手，因为你骨子里说那件事情你错了，我对了，反倒我还让你复合，我不嫌弃你，你错我还包容你，我比你更强大，所以你们之间的吵架是无效的吵架。没有，这个我觉得我找他复合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比较放松，就是比较少人能让我做到在他面前比较放松的，这是我。是的，对，你当然要离不开他的那一边，否则类似的事情你们早就分手了。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离不开，所以找自己的原因，如何能更放松的跟他在一起，而不是经受这个痛苦，你懂了吗？所以给你们的很现实建议是说，有效的去沟通，吵架不怕，但是要解决问题。不能因吵而吵，最后吵偏了，忘了最开始因为什么事儿吵了，对不对？最后分手或者再复合，不是因为吵架那件事儿，是因为你们吵架当中伤害了对方。你爱他吗？爱。你离得开他吗？离得开。如果真能离开他，不吵架，可以在一起；这么吵架，不要在一起了。看得别人都很累，想清楚到底能不能离开他，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啊。来听听涂老师怎么说。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有点像身上有一个伤口，快好了的时候你就喜欢去拨它，拨完了好了以后你又去拨它，而且你拨得很爽，觉得很享受拨伤口的过程。他不希望它好了的话他就没事干，虽然拨起来很痛，但是痛并快乐着。有人说这是强迫症，但也有人说他是在强化自己的感受。你不觉得你们俩之间就很像这个？你每次你都是在挑事儿，你是在想要寻找问题的结果，
你每次都想把这事儿解决，而他却只想偃旗息鼓。啊，对，就他每次想提出问题来说，我要用一种强烈的方式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但你每次只想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其实我认为你们俩是不适合的。如果你遇上一个男生是愿意跟你共同的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是寻找问题的答案的方式不是配合你的暴力，而是能够融化你的暴力，那么你就不会恶性循环的反反复复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方式来提出问题。而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通情达理的女生，或性格稍微温婉一些的女生，也许你也不会如此的暴躁。其实太多的年轻人把爱情当成是一种虐待对方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相爱，所以我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但是我又不能忍受你对我为所欲为，所以就有了现在的那个词，也就相爱相杀。如果每个人都不能够为对方抛弃面子，为对方低下头，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是没有意义。不是说两个性格非常冲突的人不能在一起，但是总有一方能够为了爱而妥协一些。爱情是3个方式：争取、妥协和权衡。但你们只有争取，没有妥协，也没有权衡。所以一方面你们有的时候在一起，好的时候爱得很好，但一发生问题不能妥协，不能权衡，你们又爱得非常的虐心，所以注定你们在一起不能长久。原来不是经常说那句话吗？所有在一起的恋人最后能够终成夫妻，都会有很多次的争吵，很多次的分手，甚至有数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爱情的确需要忍的，两个不懂忍的人又怎么可能在一起长久？所以才会出现你说我能离开他，但我并不一定愿意离开他。也有他刚才所说的，我离不开他，但是我想分手。这种矛盾状态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所以说今天你们在一起就想一想，对方是不是那个值得我能够忍并且为之修正的那个人？如果不能，那就分手吧。当然我知道答案，其实你们是不可能在一起。就这个。好，谢谢胡老师啊。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多顾虑一下我们的感受。我们从高中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而且跟你在一起，确实开心的时候挺开心的，只是我们俩的吵架真的让我觉得有点承受不来。其实我知道你的原因，你也知道我的原因，但是两个人有时候就特别犟。其实我觉得我快大4了嘛，人也可能也比以前要成熟了一点嘛，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如果其实你一直都给我很多承诺，非常多的承诺，但是做到的其实微乎其微。其实你说的那个，我有时候不是不想做到，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来，时间到。谢谢两位啊，回吧，回吧。来，请关门，开门。我特好奇啊，就是你跟他表白的时候，你说我也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也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您给我解读一下。我的问题其实就是有时候有点犟吧。其实我懂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大了，应该稍微改一点。犟，他的问题呢？更他的问题
其实他有时候蛮小孩子脾气的，很不成熟啊。所以你们还想在一起再试试是吧？不，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要感谢伊贝诗纯的爱放心爱伊贝诗纯净面膜提供的奖品赞助，牵手成功的情侣将获得由西莫智能家居提供的智能锁手机远程开锁，开启你的幸福生活。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吧，各位请见证。这个戒指我不戴在婚戒上，我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求婚礼仪。虽然这个也蛮不凡的，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在爱里等着你，被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好，请亮灯啊！来，谢谢你们啊！以后别再那么轴了啊！踩人的时候至少不能那么轴，记住了吗？啊，谢谢两位，请回吧。啊，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专家。啊。在爱里等着你。